朋友们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三，欢迎来到远见快评，我是唐晋远。昨天呢，马云旗下的香港英文媒体南华早报突然连续的爆出了独家猛料，声称说华尔街的高盛集团前高管约翰桑顿先后是2次秘密的访问了中国，而且分别与中共当局的2位常委级的人物，一个王岐山，一个韩正，都有进行了秘密的会面，充当了类似于当年基辛格一样的角色，为中美之间恢复友好关系、重建信任牵线搭桥等等。那么在中美之间他刚刚才经历了孟晚舟交换加拿大人质事件的当下，一家有着深厚的中共高层背景的媒体紧接着就抛出这样的一个猛料，它当然是赚足了世人的眼球，对吧？我们看到昨天所有的主流媒体都在竞相的转发报道这条新闻，一时之间呢，似乎中美之间这种剑拔弩张的气氛即将就消失无踪了。取而代之的呢，是以孟晚舟交换人质事件为契机呢，美国是再一次的主动伸出了橄榄枝，又一次的准备要与狼共舞了，而且呢，还是一条战狼。那么真的是这样吗？我今天呢，可以先把自己观察的这个结论放在前面。第一，这条新闻呢，它是一个真实的谎言，它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误导性。第二，这条新闻呢，它是中共发起的又一次的信息战，它主要的作战对象有2个人，一个呢是对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实施打击，另一个呢是对拜登暗送秋波。此外呢，还顺带的踩了习近平一脚。好的，下面我们就来详细的讨论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说这条堪称是世界级的猛料的重磅新闻，它是一个真实的谎言。我们先来简要的说一说这个新闻报道的核心内容。我们虽然说它是一个猛料，但是其实相关的内容它是由2篇独立的文章报道出来的。因为这2篇报道呢，它都是同一个记者所写的，而且是连续在9月27号的凌晨和28号的凌晨发表出来。它报道的核心内容呢，也都是说这个约翰桑顿的秘密访华之旅，所以呢，我们就把2者合在一起来说了。第一篇报道呢，它是在9月27号的凌晨5点钟发表的报道，它的标题是这样写的：基辛格的秘密中国之行被回顾，华尔街老手会见中国主要领导人并访问新疆。这篇报道它提到的核心信息，我们把它归纳起来，它主要有以下4点。第一点就是作为华尔街的资深人士，巴里克黄金公司的执行董事长，曾经在华尔街高盛集团担任总裁的约翰桑顿，在8月底呢，他在北京又会见了中共政治局常委、第1副总理韩正。双方讨论的主要问题呢，涵盖了像气候变化、新疆，还有恢复美中双边会谈的条件等等。第2点呢，就是桑顿呢，总共6周的中国行之中呢，他有3周都是停留在江派的大本营上海这个地方。然后呢，他又无视白宫官员的2次警告，接受了中共的安排去新疆访问了1周。随后呢，被韩正当面要求他说要让他去向国际社会澄清一下所谓新疆的真相。第3一点呢，就是桑顿告诉韩正说，他认为美国的气候特使克里不仅仅是美国在气候谈判方面的这种特使，而且他是美中关系的总负责人。第4一点呢，就是桑顿他有提前的预告韩正说，克里访问中国呢，将会提出减碳的要求。而韩正呢，他就告诉桑顿说，中共呢将会很快的宣布停止补贴海外煤电厂的计划，并且将逐步关闭国内现有的煤电厂。那么第2篇报道呢，它是发表在28号的凌晨12点，它的标题呢是这样写的：中国副主席告诉美国老朋友共产党的合法性。这篇报道它的核心信息呢有这么2点。第一，就是在今年的1月下旬，在拜登入主白宫后不久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他在北京呢就与桑顿又进行了1次长谈。这个话题呢就涉及到了中美2国的历史文明的冲突啦，以及中共的合法性。
这个王岐山呢，他就声称说，尽管中共呢因为没有民主选举而备受批评，但是呢，他强调说是人民选择了党，是人民在支持中共的政权。所以呢，他希望拜登政府能够改变美国的政策，应该要寻求多多的去了解中国，而不是继续的脱钩。第二一点呢，就是这个桑顿呢，他在这个在这一次的中国行之中呢，他还分别与刘鹤、杨洁篪都有进行了会面。那么最终是促成了刘鹤呢，在6月份与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以及贸易代表戴琪首次的这个视频通话。那么我们来看这些信息的本身呢，它基本上可能它都是真实的。因为呢，桑顿在中国，尤其是8月份呢，他的多个行程都是建筑于大陆官方的报道的。比如说，中共的生态环境部就曾经有发布消息说，8月23号呢，生态环境部的部长黄润秋有在北京会见了桑顿。在第二天呢，这个桑顿他又去了清华大学，与校长邱勇又见了面。在8月28号呢，他又在北京与号称是中共第一师爷，就是曾经有担任过胡耀邦秘书的郑必坚，又进行了一次会面等等。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还要说这个报道它是真实的谎言呢？其实它的关键呢，就在于约翰·桑顿这个人的本身。正如王岐山会见桑顿这篇报道的标题所写的，桑顿呢，他是被中共视为老朋友的。这个称呼的含义不仅仅说是指他与王岐山是老相识，更多的它其实还意味着桑顿与中共其实是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从表面上看呢，桑顿他是华尔街的资深人士了。他在1980年就进入到了高盛公司，在1999年成为高盛公司的总裁兼首席云印官。那在1990年代呢，就是王岐山当时还只是中国建设银行的行长，他那个时候就已经认识了桑顿。桑顿在担任高盛亚洲区主席的这个期间呢，他与中共的许多部门和大企业都有建立了非常密切的联系。那么在2003年的时候呢，桑顿从这个高盛退休了，然后就一头扎进了中共的怀抱。他应聘于清华大学，担任了客座教授，主持清华 EMBA 的叫做全球领导力的一个项目。请大家要注意他这个客座教授呢，并不是一个虚名，而是据称说是每周一次，他就往返于北京和纽约之间的那种关系非常紧密的那种教授。那么在2006年，由桑顿他就出资，在公开的宣称说与中共脱钩将会导致美国被孤立的那个布鲁金斯学会，成立了一个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在2009年呢，他就成为中国国务院批准的一家叫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的国际顾委会的成员。这家中投公司它的来头极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它的注册资金是2000亿美元。在筹备期间这家公司的名称它是叫做国家外汇投资公司。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就是因为它的资金来源就是来源于中共的国家外汇储备。那么在2008年的时候，这个桑顿他是被中共授予了中国政府友谊奖。这个奖它是外国公民能够得到的最高荣誉的奖项了。中共呢，同时还将它列为在过去30年间对中国发展奠定了重大贡献的仅有的15名外国专家之一。除此之外这个桑顿他还担任过在中共的许多的大型企业的董事会的成员，其中包括中国联通公司，包括汇丰银行以及工商银行。至今呢，桑顿他都还是香港的盈科拓展集团的非执行董事长。大家注意，这个公司呢，它是香港首富李嘉诚的儿子李泽楷旗下的一家公司。那么这个桑顿呢，他同时还力挺中共渗透全球最危险的那个工具，就是孔子学院。他公开的声称说，孔子学院坚持这样办下去，30年不动摇，世界就将会大变样。同时他还表示说自己愿意穷尽一生都要继续的推进中美之间的对话，
比如说，在2017年9月，他就曾经有牵线搭桥，安排王岐山和班农进行了一次比较低调的会面。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说这个桑顿呢，说他是拥抱熊猫派，其实都是不够准确的。他基本上他就是熊猫俱乐部的一员。那么这样的一个人，与王岐山的关系几乎是达到了哥们儿级别的这样一个人，他要和王岐山去见个面啊，聊聊天，其实根本就是家常便饭的事情。而要是利用华尔街的人士来向美国政府传话，这个可以说他是中共一向的拿手好戏了。这一点呢，那个狄东升在他那个一度爆红的视频之中，他是公开承认过的。也就是说呢，与其说桑顿他是接受了美国政府的委托，主动的去勾兑中共啊，其实还不如说桑顿他是接受了中共的委托，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来营造一种美国上门求和，中共颐指气使的这么一个假象。我们看到啊，这个媒体的报道，他把桑顿啊描绘成基辛格的一个翻版，对吧？似乎是这个桑顿担负着极大的风险，突破了重重的障碍，终于为中美关系再次的搭建了一座友谊的桥梁。但是实际上呢，桑顿他为了自身的利益主动的勾兑中共，其实他的目的呢是希望美国对中共放软。这个与当初啊基辛格他是为了中美合作一起对抗苏联才去秘密的访华，它的性质其实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看到，尽管桑顿呢，他是充分利用了自己的人脉关系，好不容易的促成了刘鹤与耶伦戴奇的一个通话，但是美国对中共的这种关税其实并没有松动的，而美国的战略围堵遏制的这种力度，它其实还是有所加强的，这是其中一个原因。第二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报道说，桑顿与韩正他有讨论了包括像什么气候议题啊、新疆等等中美关系的很广泛的问题，似乎呢他是在暗示说，这个韩正才是北京负责对美外交的一个最高官员，而且他还特意来了这么一句，说他认为克里不仅是美国在气候谈判方面的特使，而且是美中关系的总负责人。请大家注意，文章在这里他用的表达方式，他是说他认为，这个英文的原文呢，他用的是 he believes，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含糊的表述。一般来说呢，它只代表这是一个个人的看法，并不一定就代表他是在转述美国官方的态度和立场。我们只需要看看这个客观的事实，就会知道，说克里是中美关系的总负责人，他是有多么的不靠谱。首先，美国对中共的外交政策啊，它其实一直都是国务卿布林肯在掌控着大局的，对吧？他基本上是延续了蓬佩奥时代对中共的那种强硬，而且呢，他在组建国际的反共联盟这方面，他其实是走得更远的。这个与克里啊一见到中共就摧眉折腰、点头哈腰的这种态度是迥异的。其次呢，即便是立场一向亲共的那个《金融时报》，它也都在9月25号就报道说，被视为是中美关系标志性事件的这个孟晚舟协议，它就是由美国的副国务卿舍曼他在天津啊与中共的外长王毅两个人当面谈妥的，最后呢也是拜登亲自与习近平在通话的时候敲定的。那么这里面我们看到，他从头到尾都和这个克里没有半毛钱关系。克里这个所谓的美中关系总负责人的头衔，他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报道，它是一个真实的谎言的原因。也就是说，他报道的那些事情，可能它都是真的。但是这个报道呢，它使用了一些模棱两可的手法来引导这个舆论的方向，这个方向它却是假的。不仅克里负责中美关系的这个说法，我们要画上一个大问号，包括对韩正这个一向都没有沾过外交事务的边儿的这个副总理，说他是中方的这种中美关系的负责人的这种暗示，恐怕我们也是要画上一个问号的。还有呢，我们从这两篇报道中啊，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就是江泽民、曾庆红派系的色彩是非常的明显。
这个南华早报呢，它名义上是隶属于马云，但是实际上它一直都是掌握在属于曾庆红地盘的港澳工委的这个机构的手中。韩正啊，他曾经是江派在上海的大本营的大管家，他也是江派在中共常委之中的代理人之一。作为这个核心主角的桑顿这个本人呢，他在江湖时代可以说是登上了他在中国经历的一个最高峰，而且呢，他曾经担任过董事的联通公司，大家可能也都知道，他本身就是江连恒的私人产业，包括他现在还在任职的这个盈科拓展集团，也就是说，他是李嘉诚的家族企业嘛。而李嘉诚他与江家的关系，可以说已经是举世皆知的。也就是说，对美国这边来说呢，这个报道呢，它就等于是挑明了，说这个拜登政府呢，绕过了国务卿布林肯以及这个印太事务的主管官员坎贝尔，直接的让克里去充当了一个没有头衔的实际上的国务卿，让他去和北京直接的沟通了。那么意思就是呢，拜登已经不信任这个布林肯了，在最重要的中美关系上呢，让他都靠边站了。大家想想，这不就是在分化瓦解拜登团队的内部关系，在打击布林肯吗？这就是一种信息战。与此同时呢，这个报道呢，它还抛出了一个从韩正到杨洁篪，再到桑顿，然后再延伸到克里的这么一个关系的链条，暗示呢，这个才是在中美关系之中起着实质性作用的一个权力路线图。其实尽管我们刚才有分析了，这个它是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对吧？但是抛出这样的说法呢，我们想一想，它是不是也是在暗示拜登，就是说，如果你这么样来安排，那么我们之间的好事儿就可以勾兑得上呢？我个人认为 ，I believe 它是有这个意图存在的。第三呢，我们看整个报道啊。就是他基本上都是江派的人在江派的地盘上去倒腾了一些事情，最后呢，再由江派控制的媒体把它给发表出来。这个王岐山他虽然是自成派系，但是他现在也是不受习近平待见的。刚刚对这个海航总裁陈峰的抓捕呢，就已经凸显出来，习近平他现在在党内呢是日趋孤立的这么一种处境，他不信任任何人，所以呢。南早这篇报道呢，它就等于在向国际社会暗示说，是习近平搞砸了中美关系，最后呢还得靠江派势力来挽救中美关系。而王岐山这个中国金融圈的教父级的大佬呢，习近平曾经的亲密的战友呢，他也都是不赞成习近平和美国来公开的对抗的，这就是他想要表达的信息。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南早的报道啊，它其实是顺势的踩了习近平一脚的原因的所在。好的，最后呢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简要的和大家聊一聊日本新首相的这条新闻。就在今天早上啊，日本自民党经过2轮的选举，角逐这个总裁大位的4名候选人之中呢，岸田文雄是最终击败了此前被普遍看好的河野太郎，逆袭胜出。这一点呢是令中共非常的不爽。在这一次的选举中呢，岸田文雄在首轮的投票呢，他就取得了256票，领先于这个民调远高于自己的河野太郎的255票。但是呢，因为都没有跨过要赢得半数的这根线嘛，所以呢就进行了第2轮的选举。但是呢，根据这个朝日新闻引述消息人士的说法说，就是为了对抗在对中共的立场比较偏软的这个河野太郎啊，岸田文雄呢，他就与高市早苗的阵营双方呢，在28号的夜间就已经达成了一个选举结盟的这么一个意见。也就是说，不管二者中是谁进入了第2轮的角逐，那么2个阵营都将要联合起来共同对阵河野太郎。也就是说呢，进入第2轮的人，他就将获得盟友一方提供的所有的国会议员的票数。如此一来呢，岸田文雄啊，他事实上是在第1轮选举结束的时候就已经基本上锁定了自民党总裁的大位了。日本这个新首相人选的尘埃落定，外界最为关注的当然就是对美日关系和中日关系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事实上呢，在过去这二者它是相对分离的，对吧？但是我们看到它现在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的成一种负相关的关系，也就是说，美日关系越密切呢，中日关系就越恶化，它是成为一种负相关。那么在对待中日关系上呢，这个岸田他在候选人中是明显的趋于一种强硬的立场的。他不仅的是公开表态说，一旦成为首相，要把对抗中共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而且他还明确地表示，如今的中共呢，在经济和军事上都是很强大的，所以日本必须要准备进行一种全面的对抗。那对中共来说，这当然就是非常不爽的了。而且令中共更为头疼的是，岸田文雄他早在9月17号的自民党总裁的选举联合记者会上，他就有公开的表示说，他如果要是当选了，他就将在自己的任期内实现修宪的目标。这个修宪呢，它其实是安倍他在执政的时期就已经提出来，并且已经有部分的推进实施的。那么外界最为关注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呢？它就是要通过修宪把日本的自卫队合法的改为日本国防军。如此一来呢，日本就将摆脱只能够进行本土防御的这种处境，它就具备了可以主动进攻的能力了。那么由于这个岸田文雄他对台湾的立场是一向都非常友好的，他曾经公开的说，台湾是中美对峙的前线，也是日本的重要的伙伴，所以呢，一旦岸田修宪成功，它就意味着日本不必依赖于美军去做决定了，它可以独立于美国之外来决定日本是否要出兵去援助台湾，甚至是要否主动的去攻击中共。这个对中共来说，它无疑就是一种芒刺在背的感觉了。此外呢，它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既然岸田和高市早苗他们是结盟才拿下了这个首相的大位，那么高市早苗在岸田的内阁之中去出任一个重要的职位，它几乎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对吧？现在这个舆论界是普遍都在猜测说，这个高市呢很有可能在外相和防相二者之间去选一个职位。那么无论高市早苗他最终是出任哪个职位，对中共来说，它都是一个非常棘手的局面。因为呢，这个高市早苗他是出了名的，是鹰派中的鹰派，可以这么说。他不但支持修宪，他也公开积极的支持说日本应该要拥有核潜艇。他甚至在选举前公开的和蔡英文进行视频通话，表示说他如果要当了首相，就要和台湾进行多项的合作，要与美国去制定一个联合作战的计划，要让中共明白入侵台湾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等等。结果呢，是惹得中共党媒对他破口大骂，说他是大放厥词等等。总之呢，这一次的日本首相的选举呢，是再次的让全世界都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就是在民主国家中有越来越多的对中共强硬的这种政治家，他在获得更大力度的支持。我们看到大陆媒体在此前呢，是几乎一边倒的在带风向，就说这个河野太郎是占据了选举的优势等等。其实这个原因呢，它就只有一个，就是这个河野太郎他在被问到中共人权问题的时候呢，他是所有4个候选人中唯一的一个拒绝谴责中共，他避而不答的，他是唯一的一个人。所以呢，我们就要套用中共反复宣传的那句话，就是时与势现在究竟是在谁的一边呢？恐怕还真的不好说。好的，今天呢我们就讨论到这里了，谢谢各位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